Hello，大家好，这一期我们来看剑圣最后哥的一个刷野抓人思路技巧。你可以看到他的出装的话是破败，然后搭配智慧默认，然后再加上一个混伤的那个借弓。然后这局的话应该是估计比较顺，所以选择了做焚天加上那个死亡之舞。如果不顺的话，那你肯定是先做死亡之舞先的。然后后面如果说比较逆风的话，你一定要做一件肉装，就防具作为一个容错在里面，不然的话你进团被秒掉，那你就是纯废的，打不出那种爆发伤害。盾弓的，如果像平时有一些人说出盾弓什么的话，那其实剑圣来说，这里直接闪现 Q 收掉对面一血，非常的舒服。饮血的话，我觉得对于剑圣来说已经可以忽略掉了，所以现在饮血都不怎么做，对于剑圣来说收益并不是很大。10点双抗的话，感觉没什么用，不如直接破败把伤害打出来，爆发一点，然后有攻速和那个吸血。现在的暴击流已经不像之前那么强势了，所以现在射手有一些，反倒是现在的一些混伤射手比较吃伤。现在像什么维鲁斯这些，像西兰刀的装备强度其实还行吧，并不是很强势对于剑圣来说，但有一些英雄因为他本身自身那个爆发就很高，他需要的是提高那种爆发上限。这里那个谁要不是那个巴德 Q 中2个人，那飞机可能1个都反杀不了。那这里直接开大，不要着急 Q， 等对面跑了以后再 Q 出来。这里卡牌在的，但砍不动对面盲僧。这里 W 抵消盲僧的 Q， 可惜操作已经给到了，但队友伤害并不是特别高。卡牌没伤害，如果卡牌有伤害的话，其实还能就是这盲僧已经死掉了。而且这里面可以看到卡牌带的是迅捷步伐，迅捷步伐来说不能带迅捷步伐，虽然说容错高，但如果带迅捷步伐等于它就是打那种功能形式辅中单，不能打爆发。但如果说像带电刑的话，那后期还是可以吸一下的，比如说吃掉对面单点怎样子都可以，伤害爆发特别高。下一期下一个视频我就会讲到卡牌，你们好好听好好学那个卡牌算是卡牌绝活歌里面真的很厉害的。这里卡特过来强行杀，但4个人那这样的话这期也没有说特别顺，只能说看看是不是中期找机会了。对面的卡特已经起飞了，卡牌有大招也没有选择支援。这卡特的装备在上一波团战已经湿得飞起，然后在这波团战又直接已经很舒服。卡牌的话没有3件套，其实伤害还是比较低但有电刑起码可以打个爆发，没电刑等于就是消耗，就是只能说功能型帮忙控一下补一下伤害这种，然后大招做一下事情。
这个猪猪是吃不了的。如果去的话，肯定会被对面找机会开团。这里的话选择做了铁板鞋，伤害扛不动。盲僧前期还是太超模了点。这里的话，看能不能绕一下。完了，被踢开大招。这边卡特没有过来补伤害，那可以收掉盲僧人头，再收掉卡特人头。这里面很极限的一个 Q， 然后用 Q 规避掉盲僧那个一个伤害间隙，不让对方打出一个持续伤害。这里面的话，他选择带的是那个，不是巨人杀手哈，是带的是那个血量越低，然后伤害越高的那个符文。这里面你看情况出，好像这局的话确实不应该出这个巨人杀手。如果对面有两到3个肉，那这局还是要做个巨人杀手。这局这个小龙的话是可以团的，卡牌那个什么剑圣这里是有经济的。结局这里面先吃一下龙，把对面逼开。这里把盲僧秒掉了，那这样的话可以直接进场，直接把小龙拿下，然后去拿先锋，回家先把智慧默认做出来。像剑圣的话，因为他的大招是可以增加移速，然后免移速控制的，所以鞋子对他来说的话，移速对他来说的话，并不是前期很刚需的，所以装备输出才是他前期最刚需的一个人。这里的话又要再来一波先锋团。对面靠过来了，队友好像不想帮忙，那这样的话就打不了了。对面在中路放了先锋，其实鳄鱼有大招是可以过来直接靠的，这里面露西安落单了，那这样的话金虫收教射手人头，然后回头再去进行收割。也还行，对面这样子送了那个剑圣人头的话，对面是守不了的，后面不好打。他们要开局得防着剑圣的一个入场，先把剑圣秒掉，他才有可能机会是吧？但对面绝活哥这边的阵容还是蛮不错的，像巴德可以远程拉扯。再加上飞机大招给炮的话还是蛮疼的，远程 poke。像现在这个版本特效流，为什么就是现在这种特效流哈？为什么感觉看起来很强的样子？就因为那个暴击流，就是银血呀那些无尽那一套，不是无尽那套，是银血，然后搭配火炮还是那个绿叉，反正就是暴击攻速。好，这里的话找到对面的射手，直接2个人直接秒掉。然后这里的话往中路靠，可以打的，对面这样给机会，巴德一个大招害了队友，还好大招时间续上了一点，但不多。这里晕住了。对面葫芦娃救爷爷，一个一个送，一个闪现 Q 吗？直接闪现平 A 加 Q， 直接收掉。
就是那个暴击流的，就是身板扛不住啊，就是太脆了。反倒是特效流，特效流的话，你看每件装备，它多多少少都有一定的，你像智慧默认，它有一定的抗性在里面。像借弓的话是有个混伤，然后呢，也有一定的那个穿甲效果。打人的时候会更疼一点，因为你如果像针对剑圣，然后全出误抗，那么这边的话就很难受。这里卡牌大招可以飞正面，哎，这里定住留住了，但看对面什么时候有个残血。这里鳄鱼做个进场吗？没有，没有 A 出来。这个卡牌闪现上去，然后没 A 出来，然后但是骗到了个盲僧，这也很搞笑。那这样的话可以拿到这个小龙了，就对面这里失误给的很厉害。估计这盲僧是想飞上来把卡牌踢回来，然后再闪现回来或者怎样子，但没想到被定住的是他。对面盲僧应该想的是那个他那个卡牌给的那个定身黄牌给到了中单，然后他就把卡牌给踢回来，这样的话可以互换个中单，但没想到他没有给，就是什么傻子克高手是吧？像辅助，然后还有卡牌，还有飞机3个长手的，完全可以在中路去给压力。然后剑圣的话不要漏，然后去反正就入侵野区就可以了。然后让鳄鱼去单带，因为手长嘛，大家可以 poke。如果说手短还说不好，不要靠太近就行了。这里的话，这样的话高地上不了了。有人说是把下2塔给推掉，然后把野区的资源都吃掉，不让对面有经济发育。还有5-6秒，直接走了。这里面节奏就很稳。哦，这里选择是做血手嘛？做血手也是挺好的，有额外的生命值，然后有护盾。但做焚天的话，是吧？有那个更高的伤害。对，好像会跟那个有冲突，好像是跟那个智慧默认，所以没有选择做血手。就前3件是核心装备，后面2件得看你对局情况，然后你的比如说对面英雄是什么样子，然后你再选择去做出装，而不是说我告诉你我这边出什么装备你就做什么装备。那你这样子想赢游戏，前期确实还蛮不错，因为确实就是核心装备。那你后面出装，
你发现你的出错了，一旦有个失误，然后你就记了。这里塔下强行杀对面辅助。像这局的话，为什么没有选择做主动装备？也是因为对面阵容就那样，然后打不了了，已经砍到对面已经顶不住这个伤害，所以做不做水银对面控制也没那么多。这里的话还是让对面过来逼龙团，找机会。哦，这里大招4个，那这样的话可以作为一个进场，直接秒掉对面射手。这里的话直接进行收割了。这里的话有大招跑得过的，续上大招，那这样的话对面射手也杀不掉了。这里能拿个5杀吗？有机会，可以5杀到手。那这样的话可以直接选择一波了，因为兵线很好，非常好的兵线。那好，这期的话就到这里啦。